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今天我们要谈谈听不懂中文这个问题。If you've been studying hard but still can't understand native speakers, especially when they talk fast, you are in the right place. In this intermediate Chinese lesson, I'll show you why many learners struggle and how to practice Chinese listening in a smarter, more effective way, so you can train your ears to understand real-life Mandarin more easily. I'll be speaking mostly in Mandarin later, but you can turn on English subtitles anytime. And don't forget to check the description for extra resources to help you practice. 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在我们讨论听不懂中文该怎么办这个话题以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好奇过一件事？为什么绝大多数台湾或是中国的电视剧、电视节目、综艺节目或新闻等等都会加上中文字幕呢？难道中文母语者会听不懂自己的语言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中文字幕可以方便听障人士观看，但主要的考量还是因为会有观众听不懂或听不清楚。What？ 什么？中文母语者听不懂中文？这怎么可能？如果你不相信，我强烈建议你去看一个在 YouTube 上很红的中文比赛节目，叫做《中文怪物》。我会把连结放在影片下面的资讯栏里。中文怪物的第3个关卡叫做中文听力考验。他们请来了4位实力超级坚强的中文母语者，跟外国参赛者对抗，比比看谁的中文听力比较厉害。结果可能会跌破你的眼镜。即使是资深新闻主播和学霸这种中文实力顶尖的人，还是不一定能够听得懂全部的中文。到底是哪一些类型的中文？为什么连母语者都会听不懂呢？主要有3种，而这些类型的中文也正是学习者感到挫折的原因。第一种类型是口音很重的中文。中文是一个口音相当多元化的语言，就跟英文一样。不同地方出生的人会有不同的中文口音，这主要是受到各地方言的影响。有些中文母语者的口音比较重，其他人就会比较难听得懂。尤其是对于中文学习者来说，当听到不熟悉的中文口音，听不懂是很正常的。比如，习惯中国北方口音的学习者，遇到来自南方的中国人或台湾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才听得懂对方说的中文。这跟熟悉美国腔的英文学习者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英国腔是同样的道理。第二种类型是语速很快的中文。中文跟其他语言一样，有些人说话就是比较快，或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说话会变得特别快，比如情绪很激动的时候。还有些人在说话很快的时候，喜欢把某些字连在一起，快速的带过去，听起来就更模糊，很难听得懂。举2个很常见的例子，像大家好，说得很快的时候，可能会变成大家好。怎么这样？说得很快会变成怎么讲？在说话非常快的情况下，就算是中文母语者也不一定听得懂。这也是绝大多数电视节目必须加上中文字幕的主要原因。第3种难懂的中文类型是声调改变或消失的中文。中文和其他语言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有声调，而且声调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一个中文字的声调只要有一点点改变，就可能会让人听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意思的词。比如我想吃水饺的水饺和你几点睡觉的睡觉，就是2个声调只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意思相差很多的词。不正确的中文声调正是许多学习者说中文的时候，母语者很难听得懂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唱中文歌的时候，所有的歌词都没有声调的辅助，所以要听得懂中文歌在唱什么，难度又更高了。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好多了呢？很多中文学习者常常因为母语者说话很快，听不懂而感到很挫折。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不一定要全部听得懂。在那些连母语者都会听不懂的情况下，身为一个中文学习者，你听不懂真的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这绝对不是因为你的中文太差。如果你的中文能力已经很不错了，在母语者说话比较慢的情况下，能够听得懂一半以上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因为听不懂某些内容而烦恼，更不用浪费时间和力气在那些你完全听不懂的内容上面。因为你听不懂的那些内容，它可能就是属于中文怪物节目里出现的那种连母语者也听不懂，需要中文字幕辅助的内容。所以呀，身为一个中文学习者，听不懂某些中文的时候，真的不需要感到太难过。
既然你已经知道有时候听不懂中文是正常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解决听不懂中文这个问题，用更聪明的方法来练习，改善你的中文听力。我提供下面3个我自己认为是最有效的方法，让你参考看看。第一个方法是使用适合自己程度的内容来练习。如果大部分的中文内容你都听不懂的话，那该怎么加强自己的中文听力呢？一般来说，听不懂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内容里有你不懂的生词。如果你听的每一句话里都有4到5个以上的生词，那这样的内容就不太适合你，应该找更适合你程度的内容来练习。最好的标准是平均每句话里只有1到2个生词的内容。找到适合自己程度的内容以后，接下来该做的是一边听一边看中文字幕或是文字稿，并且积极的做功课，把你不懂的生词弄懂。随着你的词汇量增加，你就可以慢慢增加内容的难度了。第二个方法是重复听同样的内容，听非常多次，再透过中文字幕或文字稿理解内容以后，接下来请你重复听同样的内容，听非常多次，譬如说50次以上，甚至是100次，一直到你听懂为止。你一定会发现，听越多次，你听懂的部分就会越多，到最后你还会有一种太神奇了，没想到我居然全部听得懂的惊喜。这种让你很开心的成就感，还会变成你努力学中文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第3个方法是遇到语速太快的内容，果断换掉。你会觉得我现在说话的速度太快吗？我上中文课的时候，说话速度算是比较慢的。如果你觉得我现在说话的速度还是有点快，请你先让自己习惯我的语速，再用其他的内容来练习。如果是自己学中文，请你果断地换成语速比较慢的内容来练习中文听力。如果是透过语言交换学中文，可以考虑换一个讲话比较清楚、语速比较慢的伙伴来练习中文听力。最后，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我有一个小怪癖，那就是我喜欢把鬼故事当成睡前故事来听。有一次，我在找新的中文鬼故事 Podcast 节目，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很有趣的节目，但是我只听了不到30秒，就决定放弃不听了。这是因为说故事的人讲话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这完全破坏了鬼故事里应该要有的恐怖气氛。
我实在听不下去，所以就直接离开了。下一次，如果你觉得使用的内容语速太快的话，请跟我一样，不浪费时间，果断的放弃，寻找其他的内容吧。那些你觉得太快，听不下去的内容，说不定连中文母语者也不想听呢。另外，也别忘了，中文听力是靠长时间的练习而慢慢改善的，没办法短期速成。所以你不要着急，每天都练习一点点，长时间累积下来，不知不觉的就会进步很多。如果你觉得这堂课对你有帮助，请给我一个赞，并且分享给其他跟你一样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For more resources and tools to make studying easier,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